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鸟。今天是来到千岛湖的第二天了。按照计划，今天将会去游湖登岛。先简单介绍一下，那千岛湖顾名思义就是湖中有大大小小1000多个岛屿。那这么特殊的地貌是怎么形成的呢？其实它是一个人工的水库。那千岛湖又名新安江水库，它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，在新安江的上游建了一个大坝，然后拦江蓄水，形成了现在的千岛湖。那水面上涨还淹没了2座千年古城，一个是鹤城淳安，另外一个是狮城遂安。2个城搬迁到了一起，就形成了现在新的淳安县。那淹没的2个城，其实好多人都看过他们的照片，不知道有没有到迷哈？如果有的话，就是像水底的那个张家鼓楼，它的原型其实就是淳安的一些建筑。来坐船，然后去那个什么岛来着？忘了，是什么黄石间还是什么玩意儿来着？忘了，看完就忘了。那现在游览千岛湖的方式主要就是乘船登岛和环湖。当然，如果你有潜水证的话，也可以下潜去看古城，但是我没有。所以今天我们登岛。那千岛湖乘船游玩的线路是固定的，发船时间也是固定的。那如果说错过了的话，你就只能包船了。包船费用较高，但是相对比较自由一点。千岛湖湖区面积很大，所以码头众多，不同的码头去不同的地方。千岛湖湖中的制高点是梅花峰，那到梅花峰就需要从中心码头坐船。但我这次选择的是去另一个高点黄山间，需要从东南码头乘船。但是首先我们先会到达天池岛。天池岛原名其实叫宝石山，是南宋时期的采石场。南宋时期定都杭州，然后需要修建宫殿，需要大量的石头，那石头就是从这里来的。蓄水之后，它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岛。那采石留下的洞就大量的积水，然后逐渐开始有了鱼，形成了现在的天池岛。我们那吊桥跟那里海浪不去，妈呀，太可怕了！不要动了！不要动！不要动！不要动！害怕！别怕嘞，往前面，别往后面。怕什么嘞？怕什么？2个手长着嘞。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这。花好香啊，花超级香。哇，好漂亮。黄山间也被称之为鸟岛，说岛上有很多鸟，我们也去看一看。你好。Flamingo。会刹车，它也不是会刹车的。这是不是出现了那个叫什么？对对对。刻板行为，可能吧。
看这是谁呀？呀！这一部分看得我很心酸，尤其是那一只孤独的鸵鸟和被要求表演骑自行车的鹦鹉。比起能有自由的鸟来说，它们实在是太惨了。但是我也没有办法，只能安慰各鸟有各命了。千岛湖不得不说，这个水质是真的好。水好凉快，闻起来也不腥，尝就算了。很舒服呀，水超清。下去看看，看看能看见啥吗？啥也看不见呀，这。我觉得这样远山碧水真的很好看。那天池岛并不大，整个走下来1-2个小时足矣。那船会一直在码头等，坐同一趟船离开。我这次只选择登2座岛，那下一站就是黄山间。黄山间就可以看到湖中有千岛的那种景象了。黄山间是我此次游湖的一个高潮，在这儿你就特别明显的能体会到为什么要叫千岛湖了。那湖中的岛组成了，据说是4个字哈，叫天下为公。完了，我只看得出一个公字来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其他3个字来。结束了整个行程，基本上就到晚饭的点儿了，然后我就跑来了骑龙巷，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。最后逛了一圈，我决定来吃这家看上去就很本地的，我在其他地方没见过的安上粉皮，尝一尝是个什么味儿。这种不了就好。这个酱好好吃哦，再给我鸡饭，好好吃吧？一个酱，这酱特别好鲜，我再来一点。他们都不喝。啊，为啥？看下照片，没啥好喝的。你看看你。就那个推荐的吧。好，25块。到哪里？这里可以，那你就那个稍再等一下哈。我的25块的做了吗？啊？我的25块的做了吗？马上就给你做了哈。哎呦，我前做的。知道你先后知道的哈。奶油塔就是奶油。这打包也自己吃啊？你这吃打包？打包。好，我的也打包。好，你就给你做了哈。这是什么菜的？做几干，都做几干，现在都第一个。找好了。好，谢谢。奶油。奶油啊。好的，我等会儿过来拿。我放这个微辣的酱哦，还是中辣？微辣。啊。小姑娘打包的哈。来干嘛？要放醋吗？反正喜欢吃都可以放哈。啊，好。那自己加小。好，谢谢。这个粉皮外边的皮其实跟肠粉一样，都是拿大米做的，
但是比肠粉要厚，所以口感也不太一样。然后里边是酸豆角跟腊肉，然后配上醋跟他们自制的辣椒酱，味道是相当不错的。吃完饭来千岛湖镇的街上溜溜，看看本地人们的生活。好了，伴随着姐姐们欢快的舞步，今天一天又结束了。明天我就要去环岛了，让我们期待明天的行程。拜拜。